曾经在韩国上映过一部名为《玩物》的电影。影片中讲述一位怀着明星梦的女孩，4年内被迫为31个财阀权贵提供性服务超过100次，最终在29岁那年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尽管艺术呈现夸张，但令人恐怖的是，影片情节竟然是从韩国女星张子妍的亲身经历改编。现实中的张子妍曾遭受财阀们灌药、下毒、棒球、酒瓶、父子同行、4人行的残忍手段。由于常年饱受折磨，于29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早在4年前，就有一名比她更惨的女星李恩珠，遭遇了非人待遇，最终不堪受辱选择自杀。这让我想起中国知名导演吴京的一句话：漂亮女孩千万不要进入娱乐圈。是啊，漂亮女孩进入娱乐圈，宛如一个猎物落入虎狼之口，稍加不慎即坠入深渊，甚至难保卿卿性命。1980年，李恩珠出生于韩国，家中父母和哥哥视她为掌上明珠，故起名为恩珠。小时候的恩珠性格活泼开朗，喜欢音乐舞蹈，尤其喜欢钢琴。每听见有人弹奏钢琴曲，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父母发现了他对钢琴的喜爱，便送他去学习。而李恩珠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，钢琴造诣极高。初中毕业后，李恩珠就读于永光女子高中，所学的是她最爱的钢琴专业。当时的李恩珠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一名钢琴家，然后在世界各地开自己的演奏会。可惜李恩珠长大后，家里经济环境不如从前，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，她只能放弃钢琴梦，报考韩国大学戏剧电影专业。正值青春年少的李恩珠，红唇齿白，恬静美丽，眉目之间透着一股温柔的气质，即使素面朝天也格外亮眼。一次韩国 KBS 娱乐公司来学校进行明星选拔大赛，原本只是陪着室友报名的她，万没想到却意外地获得了银奖。获奖后，恩珠被一名导演看中，第一次被邀参与拍摄广告片，搭档正好是小有名气的女星宋慧乔。随着广告的爆火，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一炮而红，邀约通告不断。彼时的李恩珠沉醉于名利之中，似乎看到璀璨的前途正在对她招手。然而让她未曾料到的是，看似前途似锦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坑。正如茨威格所言，她那时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所有的顺风顺水背后都伴随着代价，所有的坦途新路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。在拍完广告后，李恩珠本想就此结束，但母亲发现了女儿身上的无限潜质，并极力说服她发展演艺事业。母亲的说服加之光鲜亮丽的艺人生活及天文数字的收入诱惑，于是李恩珠毫不犹豫与 SK 集团签订了霸王条款合同。1997年，李恩珠开启了她的演艺之路。电视剧起点就是她的处女作，为了呈现一个鲜活的角色，她废寝忘食，刻苦钻研。该剧播出后，李恩珠再次火遍大街小巷，成为实力女演员的代名词。次年，她又出演动作冒险剧《白夜3.98》，由于演绎角色入木三分，受到观众的称赞。李恩珠的实力毋庸置疑，都说娱乐圈的水深不可测。在李恩珠爆火之后，那些恶狼们已将她纳入猎艳的对象。对于财阀而言，明星们只是赚钱的工具，为了利益博取眼球，他们会不择手段，强迫艺人接一些大尺度的角色。起初，李恩珠对这些剧本极其抗拒，但无奈曾经签下的霸王条款，不得不妥协接受，否则将会背上巨额赔款。2000年，她一改清纯路线，开始转型，走上了艳星之路。李恩珠出演了一部名为《秀珍》的影片，虽获得韩国最佳新晋女演员奖，但因她在片中裸露镜头，被观众怒骂。对于喜爱李恩珠的粉丝们来说，他们十分不解，为何偶像做出如此大的变化。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她依然演着性感火辣的角色，自身形象也从清纯玉女变成了玉女形象，也因此她败光了路人缘，失去了粉丝的信赖。曾经的坦途新路
也成为了幽暗之途。导致李恩珠身败名裂的原因，就在于她被世间的浮华迷住了双眼，跌跌撞撞误入歧途，最终退无可退，只能沉沦其中。古语有云：贪如火，不恶则燎原；欲如水，不恶则滔天。世间浮光迷人眼，生命旅途中的诱惑，有时就像脚下金光闪闪的陷阱，一旦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，就会误入歧途，深陷泥潭。所以面对生活的纷繁，最好的姿态是保持理性和清醒，才能守得住一世的清欢。困在泥沼中的李恩珠，于2005年2月22日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，留下一封遗书。彼时的他才年仅25岁，花一般的年纪就此殒命，实在令人唏嘘。事发当天早上，焦躁不安的李恩珠给哥哥打电话，诉说着多年来的委屈与不甘。本以为在哥哥的安抚下，他已情绪稳定，对往事释然，殊不知这是一通与家人的告别电话。遗憾的是，待哥哥感觉不对劲，赶往妹妹所住的公寓时，见到的却是妹妹冰冷的尸体。无人知晓李恩珠真正的死亡原因，直到2009年张子妍自杀事件后，从她的遗书中才得以窥见韩国财阀对女星的非人折磨和虐待。原来在李恩珠成名后，公司便让她出入各种应酬场所，起初只是单纯的吃饭喝酒，但最后却被公司辗转送上各个财阀高管的床，进行陪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应对财阀们多人运动的特殊癖好。据传曾被多名财阀联合虐待玩弄8小时之久，久而久之，李恩珠对此已麻木不仁。再加之财阀们手握他的生杀大权，大尺度的照片和不堪入目的视频，让他深陷深渊不能自拔。更令他绝望的是，在一次颁奖典礼前，财阀们强行将小玩具塞进李恩珠的下体，欣赏他在台上被折磨得面红耳赤、两腿酸软的画面。他们则在台下哈哈大笑，失去尊严，沦为权力者的玩物。这让李恩珠精神彻底崩溃，最终走向了死亡。看过李恩珠的悲剧，让我想起波伏娃的一段话：当女性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，已经为时太晚。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，被海市蜃楼的光鲜生活所吸引，必定为其所负累，身心疲惫。倘若不及时止损，寻求自救，最终无力自拔。曾经在书中读过一段话：每个生命中有些雨必将落下，有些日子注定要惨淡。生活中，谁的生活没有吞过几口难以下咽的苦果？谁的人生没有走过几段泥泞的坎坷路？倘若就此沉沦，就会被命运的巨浪所吞噬。与其自怨自艾抱怨命运不公，不如及时止损，直面痛苦。活着就是要与生活对抗，越是生在荒野，越要披荆斩棘；越是置身黑暗，越要活成一束光。如此勇敢面对，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之路。